我认为不是他。为什么？我的女神探。尹自奇说的有道理。如果令一阳就是那个他，那他在吻他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了。多么奇异的结论！从一个吻就能分辨出不同人吗？除非李一阳有很严重的口气，否则只要改变接吻的方式，我想尹自奇就会难以分辨。可我还是觉得 OK， 我们证明一下。没事，那个你忙你们的，可以当我不在。这都是你从哪本书上学的？不需要，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恶徒就行了。可是你还是错了。你每次接吻到最后都会习惯性的从下往上勾一下我的舌头，刚才你也下意识的做了这个动作。OK， 你说服了我。尹自奇和李一阳相恋多年，他们彼此熟悉，可能更胜于你我，但这不能有力的证明李一阳就不是那个他呀。这么说不自相矛盾了吗？你忘了还有一种可能，他有双重人格。抛开厉一阳，我们先把他当成一个身份未明的罪犯来分析。首先，尹自奇在被他吻的时候，把他当成了薄敬言，说明这个人的身材、年龄和薄敬言相似。从性格上来看，他极端自负，即使这起纵火案是他策划的，他也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标记行为和他个人的变态情感宣泄。他唯一的情感流露，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游戏，和你的游戏。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并没有进攻于你，难道他的目的是要战胜你？因为他是鲜花食人魔1号的同党，或者是追随者。不，我已经确认他和 Tommy 的关系了。他是 Tommy 的精神导师。那这么说 ，Tommy 是听从于他？他极端自负，他不可能与人平起平坐，而他的心理控制术也远远超过了 Tommy 的三脚猫功夫，所以他的地位只可能超过 Tommy。最可能的就是他是类似于精神导师的角色，他并不直接犯案，但 Tommy 臣服于他，他影响了 Tommy 的犯罪，他才是鲜花食人魔1号，而 Tommy 只能屈居2号。现在看来找我的目的也很清楚了，他征服的欲望已经大过于复仇了，因为我亲手将他的弟子送进了监狱。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既然已经清楚他的动机了，就可以采取主动措施。我会尽快回美国一趟，跟 Tommy 谈谈。也许 Tommy 才是所有的根结所在。喂，你好，吴队长。好的，我马上告诉薄教授。是不是追踪到离开现场的隔离车辆？有3个收费站查到那辆越野车的踪迹，
他最后上了海悦高速。海悦高速，看来我们的方向没错。5月青蓝果然是要回香港。对他来说，香港绝不可能只是一个落脚地。我相信，那里会是他下一个屠宰场。子玉，你去香港，找国际刑警去调查李一阳的别墅。金瑶，准备好你的护照，我们将要去见一见老朋友了。1号真的想杀了你？不，他不想杀我。你居然相信Tommy的话？从我们交谈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就在说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让我见他，他会告诉你1号的身份。1号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绝不可能出卖。他不过是在诱惑我罢了。他也是在鬼扯的。他从来都没有见过1号的平方密码方式。你说过，1号的地位高于Tommy，他不愿意让自己和Tommy相提并论。他看到1号留下那些信息之后，他的反应并不愉悦。很显然，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他后来说的那番话，如果他不在意这件事情的话，以他狡猾的性格，他会和我谈条件、卖关子、扯谎。尽管他尽力控制住，没有表露出来，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为什么？如果1号想要杀我的话，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唯一可以解释的，他在嫉妒，他在愤怒，他害怕被我给取代。Seems what Flower Cannibal really wants is to turn you into his new crime partner. “是谁啊？恐怖娃娃屋爱好者吗？”With me， 谁将与谁在一起？在我们处理的其他案件中，他仅仅是在幕后操纵，而这些受害者却是他亲手绑架的。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我，直接面对你。华晓，年龄25岁，家住在西贡，一个房产公司的售楼小姐。失踪当天正常下班，至今没有回家。室友第3天联络公司后报警。周林甫，男，64岁，家住在港仔，小学语文教师，已退休，出门探望女儿，在路上失踪。杨宇哲，男，29岁，建筑师，家住在南丫岛，周末外出郊游，再也没有回来。还有这个，最诡异的就是这个维尔口公司的洋娃娃。3名受害者失踪都是2周前。3起案件间隔不到2天，但是由于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同点，又位于不同的管辖区域，所以只能当作单独的失踪案件在调查。诸位，我想大家都知道
失踪者超过2周，生还几率非常低。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假定这3名受害者依然还活着。不用了，他们都已经死了。除了第5个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暗房之外，另外的4段视频播放到最后都是这样的静止画面，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认为这支视频已经播放结束了。难道不是吗？画面虽然是静止的，但进度条还在播放当中。既然你说的对，每段视频的最后25秒，他们是用静止的画面掩盖了加密的影像。25秒的加密影像，这个发现太重要了，马上去叫技术鉴定人员来。不用了，我已经破解了。为是因为小学也没有死在火场，就算被他们带走了也好，至少我还有机会把他给救回来。但是，我看到那些受害者他们那么残忍，那么痛苦，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学业在他们手里，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莫过于看也看不清的黑暗。这是他试图要击垮我的手法。简瑶，你不能被打败。如果你输了，我又能怎么赢呢？我没有子玉那样专业的技能，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的情绪，我就是一个普通、脆弱、用你以前的话说，愚蠢的女人。彭静言，你还需要我吗？他拥有最敏锐、最精准的犯罪头脑，在整整的1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试着评估我、观察我。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内心。最后，他找到我的弱点，就是攻击你。作为对我最有效的宣战方式，简瑶，正是因为我需要你，你才会遭受到攻击。你会怨恨我吗？这最后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地狱里魔鬼，我害怕的是，我不但没有帮到你，反而拖累了
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他以为你会让我软弱、胆怯，但事实上，你在我的身边，只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强大、更稳定。魏教授，尸体全部找到了，分别被丢弃在本港四处的山林和郊区。同时，鉴定人员还发现，1号还在他们身上拿走了纪念品。谢谢。女性死者被拿走的是背部一整块皮肤，老人被拿走的部位比较隐秘，是他头上的一缕银发。鉴定人员对他的发囊比较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男性死者被拿走的是活生生被挖走的一颗心脏。洋娃娃和男性死者在一起被砍掉了双手。我们已经询问过3位死者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彼此都不认识。初步可以判定，1号是在随机选择作案对象。另外，女死者除了是售楼小姐，还在一所夜校上学。男死者不仅是建筑师，还是一名作家，得过几个大奖。郭教授，我认为他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机的。3个失踪路段的监控录像都显示，嫌疑车辆那几天多次进出停靠。我们可以认为，1号是在观察选择目标，而女性死者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诱拐。男性死者和老人平时并不会经过失踪路段，也是因为去郊区和探望女儿才临时经过。所以，很有可能一个是有计划的，2个是临时起意。我看这个变态就是故意的花样百出，让我们无从下手。他会不会是想在我们暗示他有多重人格？3个人，有3个排列组合方式。从虐杀程度来看，男人和女人最重；从诱拐的方式来看，女人是有计划的，男人和老人可能是随机的。你有什么想法？以往我们遇到的变态杀手，选择的受害者都是同一类型，有明显的连贯的标记行为。可是这一次，我们面对3种不同的作案手法，要直接画出罪犯的画像，的确无从下手。那么记住啊，再复杂的犯罪心理案件，都脱离不了本质。本质上，他始终是一个心理变态者。对于一个心理异常的人来说，虐待折磨时、杀人分尸时，始终会控制不住欲望，泄露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我们要找的画像因素，一定会隐藏在这个案件里。以他自恋的程度，以他自以为可以驯服我的愚蠢心态的，你认为他会忍不住向我展示什么？女性死者生前曾被反复鞭打，身上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地方，没有性侵犯的痕迹。鞭打最直接、最强烈的传递愤怒和憎恨的方式，胜过慢条斯理的割肉，也胜过缓慢折磨的放血过程。所以，他最憎恨的是女人。在幼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很可能抛弃或是离开了他。剥皮意味着掠夺，掠夺女人美丽的皮相。虽然没有发生性行为，但仍是一种充满性暗示的惩罚措施。考虑到
幼儿期他对性的认知尚未形成。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遭受过成年女性的性侵犯。青壮年死者被挖心，这意味着最严重的掠夺，对人格的掠夺。所以很可能，他与父亲一块长大，但遭受过心理或生理的虐待，全盘否认了父亲的价值和人格。这个成年男人最可能象征的是父亲。老年死者，死因：空气注射入静脉，引发心梗。身体上没有其他攻击性的伤痕。老人象征之死亡。囚禁的过程中，老人几乎没有遭受到身体的虐待，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与他残暴的本性不符。但他取走了老人的一缕头发，我只能认为，在他的心里，年老病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折磨，已无需任何的肉体凌虐。洋娃娃与狗共居一室，朝不保夕，这代表着危机四伏的童年。这个洋娃娃正是他的化身，被割去的双手代表着一种掠夺，最可能指代的是掠夺了孩子的希望。可以按照这个画像去找嫌疑人了。这个食人魔1号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十分的得心应手，他肯定受过高级的系统教育。你去美国的中心局查查，看看全美有哪几家高级的心理学院有符合侧写条件的毕业生。好的。子玉，尹子琪已经赶到香港，以李阳未婚妻的身份正式报警，声称他失踪。你和我都见过李阳，虽然不能确定他和这个案子有没有联系，但肯定的是，他不是食人魔1号。那他会不会是受害者呢？不管他会不会，一个连环杀人魔杀死一个猎物之后，肯定会寻找另一个猎物。你在干嘛？你叫我？我问你在干嘛？需不需要我做什么？你回房睡觉，睡醒之后穿得漂亮点。为什么？我要保持状态，每一个参数都要调整到最好。根据经验判断，
你每次精心打扮以后，都会令我更加愉悦，我的思路也就更加敏捷。好。姐，姐，什么事？你在哪儿啊？酒店的管理人员会疯掉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安静，有利于思考。你不会一整夜都没睡吧？太顺利了。现在的关键是，我所得到的画像，正是他所给我的画像。画像是假的。不啊，画像是真的。是他的误导。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变态，但是，他既然敢给我这个画像，就表示笃定了，按照这些条件，我们找不到他，而他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犯罪，而我就输了。多么精妙的一个犯罪计划！那怎么办？那线索岂不是都断了？如果我是一个自大狂妄的人，我得到这幅画像，我肯定会如他所愿，一步步走向失败。只可惜，我的大脑极度清醒，他料错了。你有发现了？在他的行为里，还有4个矛盾点。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发现。他在想，多么可悲的自大狂，他就快要原形毕露了。第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严重的心理变态者来说，最重要的那部分幻想，不是回顾、憎恨和报复过去，而是如何实现内心深处真正长期的渴望。这才是变态杀手们在犯案的过程中能够达到身心极致愉悦的唯一条件。可是，1号把这一部分藏到哪里去了呢？的确，在杀人机器案中，孙勇幻想成冷血杀手。可是，1号的渴求是什么呢？第二，他最强烈憎恨的是女人。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为什么他掠夺了男人的人格，却
却不连女人的人格一起掠夺呢？第三，虐待男人的期间，他为什么用胶条封住男人的嘴？因为他不想听到男死者的声音。所有的行为，哪怕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行为，一定都有原因。他为什么单独不让青年男死者发出声音？现在的确疑点重重。第四，为什么拿走老人的一缕银发？如果是象征着对死亡的生命的主宰，鲜血或其他器官会令他更兴奋的话，他为什么只拿走一缕柔软的头发呢？因为银发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岁月、沧桑、比较柔和的情绪。精准。最后一点，他在杀人之后，为什么把3个受害者连同一个洋娃娃摒弃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地点？如果那都是他憎恨以及想要摒弃的，他为什么不一起扔掉，反而大费周折呢？不言而喻，这3个受害者之间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回到第一步，对受害人的行为分析。怎么了？没什么。根据你的要求，我们把3位受害者的家属全部请来。只是我不太明白，我手下的人查了个遍，对3位受害者并没有任何关系。郭教授，您到底想要找什么？我们要找的是不同的东西。11號的幻想。我哋一齊已經做咗2年啦。佢係我見過脾氣最好嘅女仔。隔離鄰舍都知㗎，我老豆一世行得正，企得正，佢做咩事都冇虧心嘅。佢教書教咗一世人，自己都唔使使錢㗎，慳埋啲錢捐晒俾啲冇錢讀書嘅細路。她有没有男朋友？失踪前她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佢曾經有過一個男朋友，不過半年前就已經分咗手啦。他經常參加刺殺活動。係。我需要他私住過的所有人員名單。啊，係啊，如果佢冇出事嘅話，下個月就可以升職㗎啦，調去南丫島。你弟弟有很高的寫作天賦，他為什麼不是職業作家？我爹哋媽咪唔係好同意呢件事，佢哋覺得寫作係一件虛幻嘅事，唔可以做謀生嘅職業，所以宇智喺大學嗰陣時就要佢選擇咗建築專業。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寫作。宇智係一個好有恆心同毅力嘅人。舊年升學獎競爭好激烈，但係佢都係贏咗。佢係最好嘅，佢真係最好嘅。梁先生，感謝你協助我們調查，有什麼情況我會再聯絡你。好。我知道你這種表情，你已經有眉目了，是嗎？線索足夠了。你知道他的幻想了？我知道了全部。他的幻想，他的渴望，以及確定他身份、姓名、樣貌的辦法了。他到底想要幹什麼？展示。展示。所有的過程中，他不斷地留下線索，是想表明這些案子和其他衝動殺人不同，所有的內容都是想展示給我看的。他有一種被強烈關注的需求，他愚蠢地認為所有人，尤其是我，
会被他的成就给倾倒。他的杀戮只是一种自我推荐，是他需要展示给我看的。他的人生，准确的说，是部分真实和偏执虚妄相交织的人生。每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行为里，不管他有多么疯狂，多么的不可思议，都会有他的思想，还有逻辑。我们要拼凑的，就是他的犯罪构图。在他的构图里，我们要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已死者华晓、售楼小姐近期会调至到南丫岛，而杨宇哲就住在南丫岛，并且打算买房子。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没死，未来就有可能会相遇。有些人注定是要相遇的，要在一起，就像我和你。一位单身、漂亮、活泼的女孩，跟一个英俊但是不善交际的小说家邂逅，多么美妙的爱情幻想！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能会相遇，1号就杀了他？不是可能。1号不是已经安排他们相遇了吗？太变态了！确定了这两个人的定位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想象中的家庭：温厚包容、有引导力的长者，一位老父亲，年轻的父母，可爱的孩子。周林甫的形象，对于杨宇哲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老父亲。他是一个国文教师，可以从小开发出孩子的写作天赋。他宽厚、通情达理，不强迫孩子选择自己不喜欢的职业。嫌犯在想象中把自己带入了杨宇哲，设计了一个最合适他的父亲。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只设计了一个老父亲，而不设计老母亲呢？因为在现实里，情况恰好相反。嫌犯从来就不曾拥有一个父亲，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在他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是他的母亲。很明显，对于这个母亲，他充满了恨意。在任何代表母亲的角色面前，他只能自动退化成幼儿，从来都未曾成年。当然，也不需要想象出更加年长的母亲。当他面对杨宇哲的时候，他把成年的自己带入了进去；而面对华晓时，他又把幼年的自己带入了进去。所以，华晓既是完美的伴侣，又是儿时他曾经想要的妈妈。有了这个幻想以后，其他所有的疑点都有了解释。他为什么只掠夺男人的人格，只鞭笞女人？他为什么拿走老人的银发、洋娃娃的双手，还把他们扔到一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为最终，他想从幻想中解脱。回到仇恨里，他狠狠地抛弃了他们，而后开始新的一轮幻想，寻找新的受害者，组建新的家庭。仅仅凭借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完全凭借自己的幻想和联系，他就能杀了3个不相干的人。对于心理扭曲的罪犯来说，已经足够完成一个丰富的幻想。为什么纵火案之后，他会偷渡离开大陆，来到香港？2015年，全港华语科幻星河奖颁奖典礼就在他返港的第2天举行了。他当时长途跋涉，应该就是为了参加这个颁奖典礼。我马上去查一下参赛者名单。
不用了，我已经让子玉去做了。我编写了一个特殊的小型搜索引擎，可以自动搜索和筛选近10年来地区记忆上各类文学赛事的资料，包括……请你只说结果好吗？符合你侧写的总共有7个人。7个嫌疑人太多，我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排查时间。但是你给我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如果想要缩小范围的话，我还需要更多。把杨宇哲的影像再放一遍。虐杀是嫌犯满足自己的一跃巅峰，他享受受害者的惨叫，还有求饶。其他3个被害时并没有被封住嘴，为什么杨宇哲的嘴却被封住了呢？因为他变态。因为杨宇哲认识他，又或者说，杨宇哲知道他使用过某个身份。7个符合描述的侧写中，有谁是最有可能和杨宇哲有过交集的？ bingo，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31岁，美籍华人，单亲。梅君远，2015年科技星河奖，杨宇哲得了金奖，他是第2名。这是他参赛时提交的护照、简历和其他资料。快休息！我快速地检索了他的个人信息，护照号码不存在，是伪造的。但是至少我们认识了他的脸。我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在多的数据库里面进行面部识别，但需要时间，而且准确度有限。梁 Sir， 有2單新嘅失蹤案，受害者要求同你監控嘅類型有啲相似。马上把详细资料传过来。Yes sir。 Andy， 把导航定位在新河街珠宝店。2个失踪人员，一个退休的文学系教授，一个年轻女性。为什么你选择去那个年轻女性的失踪现场？因为她是珠宝店的销售小姐。销售小姐怎么了？重点是珠宝店。哦，珠宝店一定会有监控。 还不算太便利。我仔每日接待嘅客唔係好多，鋪頭入邊又冇咩特別嘅事發生。係啦，你哋揾緊咩啊？一張臉，一張好不容易才被發現的臉。就是這裡，真婷。是他。 时间是前天上午大概10点53分。他以客人的身份接近受害人小何。 并留下了电话号码，小何事后肯定是联系了他，下班后被绑架骗走。你看这里，他出门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当时就是站在这儿，站了这么久，他到底在看什么？或者说，他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看自己的下一个受害者。下一个受害者？喂，禁言。新尔店珠宝店附近有什么小学吗？有了，红吉小学。你能查到学校里面最近有谁参加过文学类的比赛吗？有了。徐子希，9岁，红吉小学3年级，参加第12届天文题材少年征文大赛。组委会官方显示，他是特等奖获得者。颁奖礼的时间还有地点呢？颁奖地址是港府天文博物馆2楼。颁奖时间是今天下午。现在。今日我哋喺呢度舉行香港第12屆天文主題少年徵文大會嘅頒獎儀式。自從我哋創成徵文開始以來，全港共上交學生參賽作品有3000幾件。咁經過我哋所有培訓精心嘅評選，呢次徵文活動一共選出3等獎5名，2等獎5名，1等獎2名，特等獎1名。徐子希在前排中线向左第2个位置。香港天文館嘅副館長金屬先生為我哋做一個點評，有請。各位大眾、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本館嘅副館長。本館非常榮幸聘請到大家出席今次嘅頒獎儀。今次參賽作品都非常優秀，喺大家同學積極嘅參與之下，創造出優秀嘅成績。多謝大家，多謝各位評委，多謝各位同學。收到中文3次，喺專家同埋多位評委老師親招選。做咩啊？你做乜嘢啊？做咩啊？你放開我！放開我！而家有請我哋嘅嘉賓為小朋友頒獎。看什麼去？我喺呢度感謝大家同學嘅積極參與，家長嘅大力支持，亦都
你们没事吧？没事。孩子呢？安全。我已经派了一组警员24小时保护他，嫌犯不会有下手的机会。这上面有他的指纹，拿回去查一下，看看能找到什么。根据奖杯上的指纹，我们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梅君远，真实姓名谢寒，英文名 Jabal。资料里并没有他父亲的姓名，母亲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常年在南美和非洲偏远地区考察，对谢寒的成长十分冷漠。谢寒成年之前至少换过5次保姆，可以推断，他曾经遭受过成年女性的性虐待。19岁，谢寒的母亲去世，他名下有一大笔与他收入不符的资产。我追查了谢寒继承的所有遗产，自2003年开始，他将所有财产从美国转移出来，手法非常的巧妙。目前无法确定他的具体财产情况，但可以看得出来，他拥有巨大坚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他的变态犯罪行为。谢寒最后一次在美国公开露面是2006年，自从那以后便消失得彻彻底底。透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2006年犯下的。这么看来，谢寒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犯罪了。今日晏晝喺天文主題少年精文主題大獎頒獎典禮上邊發生咗一起少年兒童綁架案。記者喺現場採訪咗成功阻止呢起綁架案嘅霍經驗教授。下邊，谢寒已經在香港殺了3個人，手裏假定還有3名人質。維港大學文學系退休教授范海之，恒爱珠宝销售员何爱文，以及上一部案件当中不明身份的第5受害者。谢寒的照片已经分派到全港的酒店、地铁、机场等地，目前尚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谢寒名下的资产有没有流转到香港的？没有。我相信他在这里有私人控制的独立住所，而且地理位置相对僻静，占地不会小。你查过李义阳家族名下吗？他查过，令氏名下和尹氏名下他都查过。这是几名死者被绑架抛尸的地方，这是新增受害者失踪的地方。根据交通分析和地理研究，大致可以确定歹徒作案的舒适区。他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吧？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性的线索的话，这么大的范围，很难找到那几个失踪者。金瑶，金瑶，别看了，这会
越看越难受，而且也不一定是他。是的。简阳，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但是我真的试了很多种方法了，实在是看不清，而且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子玉，你们在说什么呢？简阳觉得第5号受害者是他的朋友，叫李熏然。李熏然，说说你的想法。你说过，嫌犯通过征服和展现统治力来获得快感，只要不屈服，只要还有反抗，他的变态欲望就得不到满足。没错。我了解熏然，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肉体上的折磨根本不会让他屈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相信邪不胜正的信念。放弃吧，你的小美人并不在乎你，说不定她已经把你给忘记了。珍妮和我一样，我们都很聪明，我们知道这世界上谁才是唯一值得珍惜、值得抢到手的。但是到了最后，她一样会被我除掉，因为我想要的全都会是我的，我一个人的。你的孩子呢？在你的完美家庭计划里，应该有个孩子，可你并没有抓到他。我会抓到他的。但是你空手回来，就说明你输了。你根本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正如你在我面前所宣扬的，你比薄景言领先那么多，可你却还是什么？只要抛出你脑子里自我迷恋的妄想，全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你的内心只是一个愚蠢的、恶心的、变态的罪犯而已。所以谢寒会想方设法在精神上折磨他，嘲弄他所相信的一切。如果谢寒要向熏然显示他比警方更强，比你更聪明的话，在录制这段影像之前，他很有可能会告诉熏然他要干什么。手指，手指，他的手指在动。他不是一直在挠头发吗？我也以为是他在挠头发，其实不是。熏然很小的时候，李叔叔就教过他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李熏然不是普通的受害者，他是一名刑警，他肯定可以注意和观察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如果他想试图传递信息的话，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还等什么？把刚才的录像重新播放一遍。OK， 马上找个密码专家来。不用了，阿栋。3、3、7、6、7。33767，这5个数字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难道
2次破亿，但只有5个数字。我想，大部分的路灯的灯杆上应该都有编号。